Hello，大家好，我是 Byron。在电影《千万别抬头》里面有一段情节，由里奥纳多饰演的主角试图说服他们的老板为计划进行同行评议，以确保一定的安全性。结果呢，被当成整个团队里面唱反调的人。这个同行评议在学术界是很重要的过程，它是一种主动寻求评论的行为。简单说，就是在发表，比方说论文的成果以前，让同领域的其他人对你的研究进行评论跟审查，这能够确保你的研究至少符合他们的学术标准。这个检验越仔细、越严格，你的研究就能越完善。善用这些反馈意见，对你的研究、对你的成果进行补强跟调整，就可以扫除你没有注意到的思考盲点，发现没有想过的角度跟方法，让你的研究观点越来越强，越来越无懈可击。这个逻辑用在日常，可以主动询问别人对自己观点的看法，对自己的做法意见的看法，甚至让他们攻击自己的论点。如果你是一个人物，你是 somebody， 那么攻击就会不请自来。那我们透过这种有效而多面的反馈，可以优化自己的想法跟思考逻辑。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让你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因为这些意见里面可能会有相当尖锐或者是不带好意的评论，甚至和你完全相反却很强力的意见将你正面击溃。所以我们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哦。那么有效的同行评议至少要得到3个独立来源的有效意见。如果你能够做到自己攻击自己，那么你也勉强算第3个啦。参考这些独立意见，调整甚至重组我们原本的观点，通常可以产生更全面的洞见。这个取得3个独立来源的方法，就是三角验证法的逻辑。我们可以用它来确认范围，来取平均值，来调整方向。也可以用来验证某个意见、某个观点它的重量有多重。比方说，推测一家饮料店1小时可以产生多少营收 ，A 推测70元 ，B 推测110元，而你推测90元，得到平均数90。这个90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数字。参考值越多，得到的平均值相对越可用。所以一个有效的统计数据，你先看它的有效参考数值有多少，越多通常它就越可信。或者你想要知道自己的健身计划中什么动作对于腿的肌肥大刺激最有效果，你问了很多有经验的训练者，发现大家的意见重叠的部分表示，不管用机器、杠铃或者是你的自体重，只要有额外的有效负重，都能够带来肌肥大刺激，都能够让你变壮。另外，他们都反对在健身计划里面加入长时间的有氧项目。你参考他们的意见，朝这个方向重新安排，最后你得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健身计划。这就是主动寻求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计划进行批评跟讨论，最后得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方案的很好例子。接受建设性批评，寻求有效意见，等于用别人的脑袋帮自己思考，减少盲点，强化观点。通常来说，如果你参考的来源都是有效的来源，那么修整后的新方案通常都会更好。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别人对原方案的感受，对原方案的意见跟评价，甚至知道应该极力避免的地雷。我们的思考会更明智，观点会更有力量，而方案会更值得采用。那么这期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我是 Byron， 记得3连订阅留言，我们下次见喽。